同学们好，上次课我们讲了三元基本相图，这次课我们讲三元系统相图的应用，主要讲以下4个相图。二元专业相图讲过概规相图、铝规相图、美规相图和钠规相图。同学们会发现这4个三元相图和二元相图有所联系。首先我们看概铝规系统相图。面对这么复杂的专业相图，我们应该如何判断相图呢？具体步骤又是如何呢？首先我们判断一下这个相图中有多少个化合物生成，分析判断化合物的性质。化合物组成点在3条边上有10个，也就是有10个二元化合物，其中4个组成在出晶区范围内，所以是一致熔融化合物。组成在内部的3元化合物有2个，均是一致的。大家可以在参考书上清楚地加以判断。接下来根据无变量点划分负三角形。此时我们应牢记上节课讲过的无变量点的个数要大于等于最终画出来的负三角形的个数。接下来按照分析复杂相图的步骤一步一步地进行。同学们可以看出，分析专业相图复杂多了，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来简化应用。我们看这个相图，概铝硅系统和许多硅酸盐产品有关，包括硅砖、高铝砖等等，其覆盖部分相图与硅酸盐水泥生产尤为密切。那么如果我们要利用这个相图指导硅酸盐水泥生产，我们只需要把覆盖部分相图分析透彻即可以。下面我们就以它为例进行分析。这是覆盖部分相图，可以看出这个相图和我们前面分析的基础相图不一样了，不再是等边三角形。但是我们所学过的分析三元相图的重要规则及步骤仍然适用。下面我们仍然按照分析基础相图的方法进行这个相图的分析。这个相图中共有3个无变量点 H、F、K， 所画出的负三角形依次从左到右。根据重心规则判断出 F 点为低共熔点，液相中将析出硅酸2钙、铝酸钙、硅酸3钙。H 点为单转熔点，液相将氧化钙转溶生成铝酸3钙、硅酸3钙。K 点为单转熔点，液相把硅酸3钙转溶生成铝酸3钙、硅酸2钙。接下来我们用连线规则判断界线温度变化方向，用切线规则判断界线性质。需要注意的是，基础相图中一条界线弧度比较大的时候，一般一条界线上有几段性质，而在专业相图中就不能这样判断了。图中 BYK 这条线大家可以在课后练习一下，界线比较直，但是却由2段性质不同的线段构成。我们分析 M 点的吸晶路线， M 点位于硅酸2钙的出晶区，所以首先吸出硅酸2钙，连接硅酸2钙和 M 并延长到达 A 点，将同时吸出硅酸2钙和硅酸3钙，不断降温，过了 Y 点以后，液相又把硅酸2钙转溶掉，生成硅酸3钙，到达 K 点。液相把硅酸3钙转溶生成铝酸3钙、硅酸2钙。液相点在 K 点不动，固相点向内部移动，当固相点和 M 点重合时，吸晶结束。怎么应用这个相图呢？首先，我们如何解释水泥生成过程中为何在缓慢冷却到无变量点 K 时，再要急剧冷却到室温？刚才我们知道了 YK 线为转溶线， K 点为单转熔点。学二元相图时，我们还知道贝塔硅酸2钙才能赋予水泥水硬性，稳定态的伽马晶型并不能赋予水硬性。所以上述问题可以这样解释：因为缓慢冷却到 K 点
可以通过转溶反应，液相加上硅酸2钙生成硅酸3钙，得到尽可能多的硅酸3钙，而到达 K 点后急剧冷却到室温，可以防止硅酸3钙含量降低。因为 K 点的转溶反应会把一部分硅酸3钙转溶掉，快速冷却还可以使硅酸2钙生成水硬性的贝塔硅酸2钙，而不是非水硬性的伽马硅酸2钙。再有，极冷可以使液相生成玻璃相，提高熟料的易磨性。接下来，我们利用相图解释硅酸盐水泥熟料为什么配料时选在小圆圈内。这是因为小圆圈离硅酸2钙和硅酸3钙的距离比较近，配料点选在这里，最终产物中硅酸2钙和硅酸3钙的含量就比较高。这是钾铝硅系统相图。由于氧化钾高温下容易挥发，所以这个相图不是完整的，仅给出了氧化钾含量在 50% 以下部分的相图。图中生成了4个三元化合物，4个三元化合物的组成中，氧化钾和氧化铝含量的比值是相等的。按照定比例规则，4个三元化合物排列在一条线上，就是二氧化硅与下方一个2元化合物的连线上。这个系统相图与日用陶瓷和普通电池生产密切相关。日用陶瓷与普通电池一般3大原料为粘土，也就是高岭土，还有长石和石英。高岭土的主要矿物组成是高岭石，1个氧化铝，2个氧化硅，2个水。煅烧脱水后的化学组成为氧化铝，2个氧化硅，称为烧高岭。图上的 D 点就是烧高岭的组成点，是我们加上的一个附加点，表示配料中的一种原料的组成。那么高岭土、长石、石英3大原料配置的陶瓷坯料组成点所处的辅助三角形 QWD， 我们称为配料三角形。配料吸精后，在制品中得到的晶相是莫来石、长石和石英，这3点组成的负三角形 QWM 称为产物三角形。在配料三角形中，18线平行于 QW 边，根据等含量规则，这条线上所有配料中烧高岭的含量相等。而在产物三角形 QWM 中，18线还是平行于 QW 边，这意味着在吸精时，从18线上各配料所获得的产品中，莫来石含量相等。这样就说明产品中的莫来石含量取决于配料中的粘土量。莫来石是日用陶瓷中的重要晶相，莫来石含量高的时候，陶瓷的强度、硬度都会比较高。下面我们来看镁铝硅系统相图。这个系统内各组分氧化物多数2元化合物熔点都很高，所以可以制备成优质的耐火材料。但是3元无变量点的温度大大下降，因此不同的2元系列耐火材料不能混合使用，否则液相在比较低的温度下出现，影响材料的耐火度。图中标出的蓝色负三角形氧化硅 MS 还有 M2A2S5 与镁制陶瓷生产密切相关。镁制陶瓷是一种用于无线电工业的高频磁料，介电损耗低。镁制陶瓷以滑石和粘土配料。图中红色三角形就是滑石瓷的配料三角形。图中 L、M、N 点的配料都是以滑石为主，仅加入少量的粘土，所以称为滑石瓷。这3个配料点又接近蓝色产物三角形 MS 的角顶，所以制品中主要晶相是玩火灰石。最后我们看钠钙硅系统3元相图，这个系统的负硅部分与钠钙硅酸盐玻璃的生产密切相关。玻璃是一种非晶态的均质体，玻璃中如果出现吸晶，会破坏玻璃的均一性，是玻璃的一种严重缺陷，称为湿透。
吸晶会影响玻璃的透光性、机械强度和热稳定性。如何在相图中选择不易吸晶的玻璃组成呢？组成位于出晶区内的容体吸晶能力最大，组成位于界线上的容体吸晶能力居中，位于低供熔点处的容体吸晶能力最小。这是因为组成位于低供熔点或界线上时，同时吸出2种或3种晶体，不同吸晶晶体结构之间相互干扰，降低了每种晶体的吸晶能力。除了吸晶能力较小，这些组成的配料融化温度一般也比较低，有利于玻璃的溶质。到此为止，我们把3元系统专业相图给大家讲解完了。专业相图分析时，大家应该能够灵活运用3元相图的几大基本规则，并能够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这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同学们再见。